大家好，我是你的牙医杰尼斯，欢迎回来。当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马来西亚应该解封超过1个礼拜了吧？虽然还有一些限制，不过已经放宽了很多，连理发店也可以开始经营了耶。可是还是要注意卫生，勤洗手哦，尽量避免去相对拥挤的地方，避免不了的话，记得戴好口罩。情况确实已朝着好的方向进展，不过千万别掉以轻心，你也不想再被关2个月对吧？ OK， 不唠叨你了，言归正传，在开始前想问问你，身边有没有那么一位，跟他说话的时候需要在被口气熏死或是憋气憋死之间做选择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也许就是那个人哦。想知道那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话，就往下看吧。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自己很难发现，旁人发现了却难以启齿的问题——口臭。真正的口臭并不是起床还没刷牙，或是吃了大蒜满嘴蒜味的那种口气。真正的口臭是不管你刷了几次牙，漱了几次口，嚼口香糖嚼到脸抽筋，那恶心的味道还是久久不能散去。有时连哈口气自己闻到都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吃了什么东西。如果不小心说中了你，别担心，你并不孤独。口臭是个全球性的问题，虽然在马来西亚没有相关的数据，不过统计显示18岁到60岁之间的日本上班族，其中有24%被口臭困扰哦。那如何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口臭呢？教你2个最简单的方法吧。第一，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巴和鼻子，哈一口气，大力用鼻子把它吸进去，然后就自己好好的感受感受吧。如果身边有人愿意冒险，不介意闻你的口气的话，是真爱，可以找他帮忙哦。另一个方法是闻自己口水的味道。首先洗干净你的手和手腕，你不会想要把新冠肺炎病毒或是其他病菌吃进去对吧？然后用舌头的中段舔你的手腕，差不多等个10秒，干了后闻一闻就知道啦。可是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口臭的话，确实也是有测量的方法和仪器。你听说过足臭师吗？这个世上有工作居然是专门闻屁和口臭的。他们的工作是利用自己敏感的嗅觉来辨别气体，然后他们会以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你的口气打分数，来诊断你口臭问题的严重程度。还有一个是测量口气里硫化合物的仪器，因为硫化合物是口臭气体里的主要成分，所以测量它就足以诊断口臭啦。好，如果你发现你很大可能有口臭的问题，那就要赶紧解决了，因为它很可能已经严重影响了你的社交。那如何解决呢？第一个，也就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，那就是刷你的舌头。舌头尤其是尾端靠近喉咙的地方是常常被忽略的。舌头的尾端含有超级多的细菌，是硫化合物的主要来源。硫化合物闻起来就像是臭鸡蛋或像农场腐臭的味道，所以刷牙后记得用牙刷或刮舌器清理舌头，能大概率的解决口臭的问题哦。如果照做了，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有口臭，怎么办？那很大可能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。你知道吗？有90% 的口臭是口腔问题造成的，剩下的10% 才是口腔以外的问题，而最常见的就是牙龈问题和蛀牙问题。因为食物的渣渣容易塞在变大变深的牙龈沟和蛀牙造成的牙洞里，很难被清理，久而久之，食物渣渣会变质发臭，接着造成口臭的问题。所以赶紧预约，让牙医检查你的牙齿，看看需不需要洗牙和补牙吧。拖得越久越严重，救治起来就越难，费用也自然的更高了。除了牙龈和蛀牙问题以外，牙医还能帮你诊断你的口臭是否是由口燥症引起的。我们的口腔里有3个主要的大唾液腺和大大小小100多个小唾液腺，24小时全天候不停地分泌唾液，也就是口水，一天的总分泌量可以达到惊人的1.5立的。而口水主要的功能有帮助消化、清洁口腔和杀菌，有预防牙龈病和蛀牙的作用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口水分泌不够的时候，口腔不能及时的被口水清理，
就会有口臭的问题啦。造成口燥症的病因有很多，其中有可能是其他病因，比如说 Sjogren syndrome、一些药物的副作用、抽烟、喝酒或是大量的摄取咖啡因。谈到抽烟，饭后一支烟对很多烟民来说也许是一大享受。不过你知道吗？抽烟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造成口臭。是这样的，在你抽烟后，烟味会留在你口腔里好一段时间。除此之外，吸进去的烟会使你的口腔变得干燥。长期抽烟的话，唾液腺还有可能会被破坏，形成我刚才所说的口燥症。烟民也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概率患上牙龈病，而牙龈病其实也是口臭的原因之一。所以第3个解决口臭问题的方法就是戒烟吧，各位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身边你爱和爱你的人。说完了口腔问题造成的口臭，我们就聊聊口腔以外的吧。听过鼻窦炎 sinusitis 吗？鼻窦炎是鼻窦内部表面出现感染，可分为急性和慢性。鼻窦炎会使鼻窦分泌大量的液体，细菌开始滋生，接着引起头痛、口臭等症状。所以鼻窦或是口腔、喉咙等部位的感染都会造成口臭哦。除此之外，口臭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身体疾病，比如说糖尿病、胃酸逆流，甚至是肝或肾出现的问题。所以你千万别小看口臭，它很有可能是你身体罢工前给你的善意提醒哦。总结来说，如果你发现你有口臭的问题，第一件你可以做的就是刷牙，1天2次，别忘了刷舌头哦。接着你可以做的是从生活习惯下手，戒烟，喝大量的白开水，减少咖啡因的摄取和嚼口香糖。不过要在这里提醒你，尽量选择无糖的口香糖。而且长时间的嚼口香糖不只是会使你的咀嚼肌增大发达，也会让你的脸变得跟我一样圆，也会导致大量胃酸分泌，造成胃酸逆流、消化不良等副作用。所以嚼口香糖请适量哦。如果口臭还在的话，是时候让牙医看看了啦。我们能帮你排除一切口腔里的问题，并且给你适当的建议，比如说推荐适合的牙科产品啊，口腔问题的治疗方案。如果口臭是来自其他身体部位的话，我们也能推荐你去适当的医生，得到适当的治疗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又来到尾声了，希望这个影片有带给你一些有用的知识。我每个星期都会更新关于口腔问题的影片，解答一些被长期误会的生活常识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没有什么了的话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